德国新政府为什么选择对中国态度强硬？而中国国内又是什么样的人在努力当反华推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德国新政府成立以后呢，很快就要行使权力了。社民党、绿党还有自民党这三个政党标志分别是红、黄、绿三色嘛，所以新政府也被人戏称是叫红绿灯联盟。那么早在选举期间，我们就说过，新政府如果是三党执政的话，其中的绿党可能是对中国非常不友好的，因为绿党一直对默克尔前总理非常不满，认为默克尔对中国和俄国太宽松。那么所以绿党参加组阁一定会让新政府呢增加一些对中国不友好的气氛。特别是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下一任德国外交部长就是绿党主席贝尔伯克嘛，这就让中国国内媒体感到非常敏感了。10月24日，德国这个三党红绿灯联盟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已经完成组阁，然后呢正式公布了联合执政的相关协议。协议里边谈到中国是12次，比以前多了很多。上届政府呢谈了5次，这次比上次多了7次嘛。其实主要观点跟前一届政府相比没有什么特别本质的不同，但是语气中批评的味道浓了。需要注意点的是，绿党对中国的批判态度倒不是因为这个党骨子里反华，对中国有多仇恨。其实绿党的第一代骨干里边，很多人员是信仰马列主义，后来还曾经坚决反对过美国。但是现在绿党跟欧洲很多人一样，变成了我们说的这种白左力量，把人权呐、环保啊、反战呐等等话题当成了最高的政治纲领。至于说我们武统台湾，他们也反对，他们不管你进行的是不是正义战争，反正打仗就不行。所以德国有人称绿党奉行的是道德化的对华政策，比如前总理施罗德还写文章说了，绿党这种对华政策就是一种道德化对华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第一步我们就要明白，绿党这些人反对的倒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和他们观念不同的各种价值观。比如说美国出兵伊拉克，他们就反对。不过呢，美国这次非常聪明，这种价值观冲突被美国成功利用了。美国就希望绿党这些个迂腐道德言论去谈新疆、西藏、香港这些问题，然后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只要中国强烈反应，就有可能促成两国民间的激烈对抗，民间情绪再一发酵，然后呢，通过选举让德国以及未来很多国家的政府被迫的推上配合美国反华的道路。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格局，就是美国猛打人权牌。其实打人权牌谈新疆、香港这个西藏问题，真的不是美国强迫着欧洲，而是美国顺着欧洲这些白左，他在取悦白左。对于德国新政府情况呢，有一些跟中国关系比较好的德国人也做出了评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就是前几个月出了个事儿，就是德国有个女孩叫海文娜，就是几个月以前一直帮中国手撕各种反华媒体，然后被当地的媒体给陷害的那个，她就谈到了说，德国这个新的外交部长就是绿党这个人品都有问题，所以中德关系一定会出现一定程度倒退。另外呢，海文娜还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她指出，我们很多人面对欧洲的时候呢，心态不能放得很平，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他说，不能因为中德经济关系紧密就认定中德的关系一定会好。你想中美关系紧密不紧密？更紧密，中美关系好吗？而且呢，不能够把经济牌当成唯一法宝。他还有个观点是，认为我们不太善于去影响欧洲民意，我们对影响欧洲民意太忽略了。甚至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只要拳头硬了，欧洲必然屈服。在国际交往中，这种思维方式是显得极其稚嫩和笨拙的，一定会引起更多的反面效果。我觉得呢，他说的其实是对的，影响欧洲民意确实非常难，但是难绝对不是推诿逃避的理由。红军长征难不难？一步一步也得给我走。不过他说完这些话之后，第2天就有人在他的微博上对他发起了人身攻击，说外国人身上都带着强大的基因，说海文娜的意见是妄图给中国当教师爷，还说外国人都太白痴了，说中国也不需要朋友，有了朋友也改变不了国际舆论。幸好看到有人对海文娜发出这样的攻击，还是有绝大多数的人站出来说，这些个发起攻击的人别有用心，
背后可能就有境外势力假装爱国，有台湾1450网军作乱，故意对海文娜发起各种挑衅，安慰海文娜不要灰心。但是说实话，围攻海文娜的人就真的一定是1450吗？恐怕其中多数人还真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包括在我们节目里边，评论区里恐怕就有不少人日常已经带有了不少的极端思想，他们已经把盲目排外变成了自己的道德，也听不见任何善意的批评。对友军，他们可以随时痛下杀手。海文娜这件事儿绝对会在德国引起反响。你想吧，一个爱中国的女孩，一个德国女孩，在中国网络媒体被疯狂攻击，德国、美国那些反华势力会不会好好利用这件事情？他们会不会对这件事情进行渲染，告诉德国人爱中国也没有好报？所以好好反思一下吧，我们很多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情绪发泄，帮助欧洲和美国的反华力量了？所以那些只凭情绪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在帮着境外反华势力孤立中国。所以不要以为那些平常喊着打汉奸、喊着爱国口号，说中国不需要朋友、不需要宣传、树立国家良好形象一点用没有，这批人就一定真的爱国。好，关于欧洲出现的一系列反华声音，除了美国的背后煽动，还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反思和纠正的？今天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明天再说。